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这个是半斤。那么今天呢，主要是拍一期物资展示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前面2期呢也跟大家说过，就是我准备要出国了，然后机票也已经订好了，所以呢今天就花了一些时间，就收集一下出国要带的装备。今天拍这期视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然后呢如果有哪些漏了的，希望大家提醒我一下。我每次做东西都是有时候会很粗心，重要的东西总是忘记带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一期呢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带哪些东西出国吧。然后这一些呢，是我刚到的，今天才收到。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啊，先拆开来吧。但是我没想到它比想象中的要小，就是我以为是比较大的。大家也知道，以前我在伊朗旅行背包游的时候呢，也是带了个手提袋子的，但是那个手提袋子呢，它是没有滚轮，所以呢，这一次呢，我是改为滚轮的方式的一个手提袋，看了没想到它这个是比较小的，不知道容量是怎么样，就这么一个手提袋子。然后它这里有滚轮，有拉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一个拉杆，这个拉杆的手提箱还是很方便的，去到哪里都可以拉着走。如果包包比较重的情况下呢，我就可以省很多力气了。当然，在很多地方呢，可能没有这样子的平地可以提供给我拉着走，然后我就可以手提。这样子手提，不过它比普通的那种手提袋子要重的，因为它有这个拉杆嘛。这个拉杆呢好像就接近2.5公斤，就5斤这样子，所以呢还是比较重的。这个呢是一个小侧背包，这个的作用呢就是我平时比如说偶尔出门吃个饭，然后不想带那么多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背着，装一个手机啊或者一个小的摄像机啊，然后就出门这样子出去，就很方便，就不需要背这种双肩包，不需要背双肩包，就背这么一个小包，装个手机就可以出门去吃饭了，很方便。然后这个双肩包呢，我是准备也是背上的，这个是放电脑啊、拍摄相机那些，所有的电子设备，还有钱财之类的。哦，这个是 GoPro 的一个背包夹，这个背包夹呢又比以前先进多了。背上去吧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 GoPro 的背包夹它是万向的，就可以转任何的方向。我之前那个背包夹它是固定的，所以呢这个背包夹会更好一些，随意变化，很好，更方便了。哦，我又新买了一张内存卡，因为我的那个微单相机的内存卡呢，有的时候会拍满了，然后就没有其他的内存卡可以用，所以呢我多买了一张备份的，也担心在路上它会坏掉，所以呢多备了一张内存卡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一大袋也是我今天所收拾的，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一大堆牙线、电动牙刷，还有就是我带了2个转换插头的，一个是德标是欧洲那边用的，因为我打算后面还会去欧洲嘛。然后这个是音标就是迪拜那地方能用到，所以说这2个对我来说有用。带了2个转换插头，然后是一个直播的手机支架，偶尔直播用的。以前我直播呢一直都没有备这个支架，所以我就把它给准备好了。充电宝、帽子，这个防晒必须得有，还有个防晒霜。这个是三脚架，小的三脚架，大的三脚架我应该就不带了，因为大的三脚架实在是太重了。对于我这个不喜欢负重带太多东西的人来说，我觉得大的三脚架对我来说，还是有点吃力，所以呢，我就出国的话，就像以前一样，这样子不带大的三脚架了，带一个小的。但是这个小的三脚架呢，它有点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它没办法从远处取景，除非带那种折叠的。但是折叠的呢，我以前也用过，就是一阵风就把它吹倒了，就特别不好。我的相机那镜头有一个就是这样子被弄坏了。这个三脚架呢倒是可以立得比较高，你看折叠的，但是也仅仅是高一点，没有10分的高，然后再把 GoPro 给架上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总体而言呢，还是没有三脚架好用。但是这个不怕摔，因为 GoPro 摔了不会说那么容易坏，不像相机一摔的话镜头就坏了，这个没那么容易坏。上一集提到的这个驾照的翻译件小白本，这个国外租车，我应该会在迪拜租车了，因为我想着要去附近的那个阿布扎比，然后好像有2个小时的车程，到时候可以租一辆车过去阿布扎比看一下。护照3年没有使用了，这本护照终于可以用上了。然后还有就是带了一个对乙酰氨基酚
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呢跟布洛芬也差不多功效的，所以我就带了一盒。主要是我经常头痛，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晒到暴晒之后会头痛，然后吹了冷风之后也会头痛。熟悉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我是经常头痛的，所以说对乙酰氨基酚还有布洛芬这些我都是必须得准备的。驾驶证也带上。还有就是上一集好像没给大家介绍这个 Instago， 对，这是拇指相机。为什么我会准备这么一个小型的拇指相机呢？靠近一点给大家看，它是可以从这个充电盒里面取出来的，这么一小个。我为什么会买这么一个拇指相机呢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因为像我以前在国外背包游的时候，会经常把 GoPro 夹在这个背包上面去拍摄，这样子边走边拍摄。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呢会很有攻击性，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有个摄像头在对着它，所以呢这一次我就换成这个拇指相机，然后把它挂在衣服上，衣服里边，这样子，然后把它吸在这里，就是这样子去拍摄，摁一下它就开始拍摄了。就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拇指相机呢，它可能更像一个饰品，像是一个吊坠那样子，像是衣服上的一个吊坠，可能对别人来说，对拍摄者而言呢，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攻击性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。再摁一下它就关了，很方便拍摄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这个还是对我来说挺有用的。当然 GoPro 也很有用，因为 GoPro 它的防抖性能还有拍摄的色彩各方面呢，都是比这个拇指相机要强很多的。这个是专业的运动相机，这个只能作为辅助的一个使用吧。对，我还换了一些美金，换了$2000在这里，就是路上有时候缺现金的时候，你可以去很多兑换店换一些当地的货币，比如说迪拜来说，随处可见的那些换现钞的地方，就换币的地方。当然，这个美金对于迪拜来说并不是必须的，我们的银联卡到那边也是可以取现的，也是很方便的。带了一副太阳眼镜，嘿嘿，这个是我的麦克风。这个麦克风呢，主要是避免风特别大的时候，那个收音不好，相机收音不好。当然也可以架上三脚架，也要摆在远远的地方拍一个就是远距离的这么一个收音啊，也是有必要用到的。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剃须刀，我就准备了这些东西。然后就是衣服、袜子、鞋子，我只带一双运动鞋就好了，跑步鞋子就方便。有的时候去很多地方要徒步嘛，就准备了这么一些东西。我得看一下这个背包，这个手提包它能不能装得下我所要装的衣服。我现在去试着装一下。然后在昨天的视频里面呢，我就是介绍了我有这个驾驶证的翻译件，然后很多人就问我怎么办理的。其实呢，我是在支某宝上面搜索这个驾驶证的翻译件，然后呢就有一个办理的渠道，然后它是免费的，好像是限期到免费办理到是20多号来着，反正是免费办理的。在视频下方呢，有很多人评论说这个驾驶证的翻译件是没有什么作用的，就是很多地方不承认，还是得弄那个公证件。所以呢，我就问了一下那个大橙子，他不是在国外有这个注册的经验嘛？然后他跟我说呢，其实这个驾驶证的翻译件总体来说是有用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小版本，但是不多，在很多国家呢，其实驾驶证的原件就已经够了，并且呢，在有些国家还不够的，还得准备，比如说在俄罗斯可能得准备一个俄语的公证件，在意大利呢得有这个意大利语的这个公证件，然后其他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小版本加上驾驶证的原件就已经足够了。还有捷克的话呢是不承认中国的驾照的，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准备好这个小版本呢，也是有备无患的，总有派得上用场的时候。拿狗绳给阿龙带你出去溜，去吧，去吧，狗绳，拿给阿龙。哎，拿给阿龙哦，你拿给我啊？他想你遛他，妈妈，他想你遛他。拿给阿龙去，拿给阿龙。哎，他叫我偷进去了。他想你去遛他了，他现在喜欢你遛了。这个包呢，夏天就这么先用着先了，里面放夏天的衣服还是能放很多件的，但是冬天的衣服放不了多，那就冬天的时候再换一个包，换一个容量大一点的。这是你的新产品是不是？对，新产品，来大概给你看一下。我看一下，你看这个肉。哦，这个是比较大颗的，是不是？肉比较多一点。尝一下喽。这个很好吃。为什么？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。
李子吗？对，李子来的。博塘山茶李文化遗产哦，这个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对对对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这个比较有代表性，比较有历史性的。为什么会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？它比较有历史嘛，然后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这一个产品，就是类似这样的做法。哦。对，比较就是象征手工传统手工做的东西啊，手工做的东西。对，他们自己去晒，当地的去晒。是当地种植的这一个李子跟这个青梅都是当地种植，然后这个是青梅，凉果这样子的类似，好吃哦，这个7分酸，3分甜，不会说像外面很甜的那种。我尝一下这个。对，这个你也尝一下。这个也很好吃，这个就是酸酸甜甜的。这种呢，就肉比较少一点，但是它这个特别鲜，这个味道。对啊，这个好像话梅耶。对，就类似话梅那样子，但是它比普通的话梅又好吃很多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哎。这个是青梅。对啊，这个比较好吃。对，这个口感。但是这个肉好少。对，这个肉少一点，味道好一点。比较瘪。对。但这个肉就很大。所以一般都是组合卖。哦，组合卖。对。这个肉就很大颗，但是这个就比较香一点。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梅。这个青梅晒的很好吃。很香。就吃腻了。这个咬起来放在嘴巴很有味道。对对对，就吃腻了，吃一颗这个梅消化很好感觉。博罗特产是不是？对，博罗特产。好。半斤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半斤结束，半斤做结尾，拜拜。